好，我是娜娜 Q。我的身材是属于下半身比较肥胖的西洋梨身材，就是当我上半身已经瘦到死人骨头的时候，我的下半身还是非常的有分量，而且我的腿型很不好看，所以我的人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到底该如何瘦腿，可以说在瘦腿这个领域蛮资深了吧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前面会先跟大家分享我试过无效的瘦腿方法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，后面再来分享真正有效的瘦腿方法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选择全部。我先讲最多人尝试又最无效的方法：抬腿、瘦腿袜、瘦腿霜、刮痧板、刮腿、敲胆经。上述提到的方法我都有长期亲测过。这里说的无效是指效果非常的短暂，它们都是属于暂时帮你消除水肿，让你的腿暂时看起来比较瘦，而且效果非常的有限，就是少那么1-2公分。像我们这种下半身比较肥胖的人，少那1-2公分真的是很无感。我们要的是看起来真的有差，然后不要是短效的，出门前还 OK， 但过没几个小时2公分又回来了。最后一个要分享无效的方法，是我最期待又最失望的局部运动，像骑脚踏车、剪刀脚、深蹲，或是任何在网络上找到的腿部运动，每天做每天练，万恶的马鞍呢还是一动也不动。那这里呢，我想要备注一下，每个人的体质跟感受都不同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些方法都是有效的，那么你可以持续的做。今天的分享都是纯属我个人的心得。大家要认清一个事实，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局部瘦这种东西。硬要说的话，就是靠医美来达到局部瘦。要瘦腿的话呢，就是要全身一起瘦。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全身瘦。目前我是还蛮满意自己的腿，但就是必须要接受自己干扁的上半身，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。我天生的身材分布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里我不会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来减肥，因为有太多减肥方法了，每个人适合的减肥方法也都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尝试过，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持续又不痛苦的减肥方法。那如果你很好奇我是如何瘦下来的话，可以参考我之前拍的影片，我把它放在右上角。第二个，减脂。前面所提到的腿部运动，它确实可以让线条变得比较明显，但这个前提是要减脂。如果没有减脂，就是被厚厚的脂肪包住，再怎么练都看不出效果。我之前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先减脂，然后就一直重训，肌肉重量多了1公斤，但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线条。那我私讯呢，常常收到朋友问我说，要怎么练手臂？你手臂怎么练的？要怎么样手臂才可以有线条？讲到这里呢，我又要苦口婆心的说一件事，这件事我真的讲过好多次了。要减肥的话，拜托不要疯狂运动，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的累，因为影响减肥最大的关键还是来自于饮食，只靠运动是很难达到成效的。像我身边有很多没有在控制饮食的朋友们，他们每天上健身房都练得蛮勤劳的，但几个月后更甚至是过了1年，身材还是老样子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7分吃3分练，真的不是没有它的道理。第三个，晚上8点后不喝水。刚前面有提到很多瘦腿方法都是用来消水肿的，那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想，如果我们可以减少消水肿的机会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让身体一直维持在一个很轻盈的状态？我自己是设定睡前2小时不再摄取水分，睡前喝水除了会增加肾脏的疲劳之外，还很容易造成下半身的水肿。这部分我真的观察过很多次，睡前如果还在喝水的话，隔天起来的腿真的跟没喝水差很多。以上呢就是我个人瘦腿的心得分享，希望有帮助到你们。有任何问题，还是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主题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抢先收看最新影片。